法医盯着女人的下体，发现了可怕的一幕：生命的起点竟被塞满了粉色碎块。一旁的警察见状，当即好奇地凑近观察，没想到下一秒，法医竟又从中发现了一个桃核，而把这些碎块拼在一起，就能得到一颗足斤重的水蜜桃。警方顿时明白，这是凶手对他们的一种挑衅，因为这已经是他虐杀的第5个女孩了。这是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。从1986年到1991年间，凶手用极其残忍的手段，一共杀死了10位女性，年龄最大的78岁，最小的仅仅14岁。直到2003年电影播出时，凶手依旧在逍遥法外。所以这部电影不仅仅是拍给观众看的，更是拍给凶手看的。而凶手每次作案的时间都是漆黑的雨夜，他的目标几乎都是打着伞、穿着红裙子的女人。凶手会将女人们绑到无人的角落进行侵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会用女人的内裤蒙住她们的眼睛，并用一根绳子将她们的手绑在身后，让她们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。结束后，凶手就如同享受美食一般，慢慢将女人虐杀。第一具尸体被抛在了田头的排水沟里。泰宇接到报案后，坐着拖拉机来到了抛尸现场，只见尸体被扒光了，躺在里面，身上爬满了蛆虫，说明已经死了好几天了。这时，一个小男孩蹲在泰宇身前，并不断模仿泰宇说话。哎妈，我중요한거니까손내면안돼。实际上这一段导演就已经留了一个暗示，那就是人是会模仿作案的。警方一直抓不到凶手，就是因为他们忽略了这一点。其实作案者不止一个，而之后的凶手都在模仿第一个凶手。在那个年代，凶手有很多作案手段，可警方调查的手段却很单一，没有监控，更没有大数据分析。泰宇只能将死者和凶手的信息都记录在笔记本上。然而第一起案件还没有查出头绪，很快第2具尸体就被人们发现了。女人同样是在一个雨夜被杀害，同样的被杀手段，这让泰宇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是一起连环凶杀案。可他来到抛尸地后，却发现现场一片混乱，嬉戏打闹的小孩，看热闹的人群，还有一辆拖拉机开过，将凶手留下的脚印破坏了。泰宇想阻止都来不及。那个年代的技术太落后，没有线索和证据，也只能干等着。好在泰直的妻子因为八卦，第一起案件终于有些头绪。妻子告诉他，自己听说有一个傻子喜欢死者，死者自然不可能接受告白，于是傻子就时常跟踪他。听说死者被殺的那个雨夜，傻子也没有在家里，因此嫌疑很大。泰宇得知这个消息，当即就找到了傻子，然后将他带回了警局。이 양숙이를 처음부터 죽이려고 그랬던 건 아닌 거야. 응? 어떻게 저진 안 만져볼까 못 만졌어. 그래서 죽여고 이렇게 만져보려고. 아닌데. 因为摸不到，所以傻子就杀了香书。这个理由似乎很有说服力，可傻子却表示自己并没有杀香书。这时泰宇的同事阿勇走了过来，并一脚将傻子踢倒在地。既然他不肯承认，那就打到承认为止。傻子虽然脑袋傻，但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，他是绝对不会承认的。这2起案件引起了市里的重视，于是上面就派来一个很有侦查能力的警察。由于阿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，没有高德他找不到去警局的路，于是就向面前的路人询问。谁知由于小镇上一连发生了2起奸杀案，搞得女人们都惶惶不安，所以阿伟刚和女人说了2句话，对方就被吓得快速往前跑去，他一个没注意还滚了下去。阿伟立马去拉他，女人却在不断挣扎着。这时泰宇正巧开车路过，他见眼前这个架势，还以为又出了一个强奸犯，于是停下车后冲过来，直接将阿伟打了一顿，甚至还想将其铐回警局。误会解释清楚后，车里的气氛一时间无比尴尬。진작 말씀을 하시지. 미안합니다. 그냥 싸움 그렇게 못해서 어떡해, 형사가. 사람을 그렇게 못 알아봐서 어떡해, 형사가. 为了让傻子承认自己的罪行，泰宇想到了一个损招，用对方的鞋在抛尸现场按一个脚印，然后再拍下几张照片。回到警局后，泰宇骗傻子说地上有他的脚印，所以他一定去过现场。没想到傻子却依旧坚称自己没有杀人。泰宇见这样他都不招，于是又想到了一个更损的主意，他让傻子在树林里挖出一个坑，然后威胁要将他活埋在这里。傻子一听立马怕了，于是就照着他们的意思去说。阿勇赶紧打开录音机，将他的话录了下来。 내 얼굴 보고 찡그린 애들 다 죽여버려. 내 얼굴 보고 찡그린 애들 내 머릿속에 다 있다. 향숙이도 있었어. 향숙이? 이 향숙이, 너 향숙이 좋다고 맨날 따라다녔잖아. 향숙이 예쁘지? 这时傻子却突然开始描述作案的细节。香书被绑在铁轨旁，脖子被紧紧勒住。 뭘로? 브라자. 브라자. 향숙이 하얀 브라자로. 他描述的细节竟真的与香书的死状吻合，于是泰宇认定傻子就是凶手。第2天还让同事伪装成死者去还原凶案现场。谁知阿伟却发现了一个细节，那就是傻子的手小时候被烧伤过，他连筷子都拿不稳，又怎么可能在香书身上绑出那么复杂的绳结？阿伟来到现场，将这个细节告诉局长。
可急于立功的局长却让他滚远一点。此时边上都是围观的群众和记者。傻子的父亲在岸边大声喊冤，看到自己的父亲后，傻子也开始不断挣扎起来，现场一片混乱。媒体更是说警方强行逼供无辜之人认罪。这件事在整个韩国闹得沸沸扬扬，局长因此被革职。新调任来的局长对这个案件也很重视，但案件的调查却一直没有进展。这时阿伟突然表示，第3起案件可能已经发生了，因为在从前2起案件来看，凶手喜欢的都是年轻漂亮、且在雨夜穿着红裙的女孩。就在前几天的一个雨夜，一个远近闻名的大美女突然失踪了。虽然现在尸体还没有被找到，不过阿伟预测她大概已经遇害了。果然就在不久后，一具女尸被人们发现，正是阿伟预测的那个受害者。凶手的作案手段和前2起一模一样，而且这次尸体上还残留了精液。不过由于时间太久，已经检测不出来，警方一时间毫无头绪。而就在局长将几人聚在一起喝酒时，泰宇和阿伟竟互相嘲讽起来。泰宇觉得阿伟太装逼了，整天讲求什么破案逻辑，等他分析完追溯期都过了，就算抓到凶手又有什么用？阿伟却觉得泰宇就是一个只凭直觉的莽夫，因为他那所谓的直觉抓错了多少人。2个人吵着吵着差点打起来，好在局长及时制止了他们。这时局长想到了一个引蛇出洞的计策。这晚又是一个雨夜，他让女警穿上红裙子，然后撑着伞在雨中漫步，其他人则跟在后面保护女警。可惜凶手并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笨，他大概也看得出这是一个陷阱，所以并没有着急出手。几个人只好来到保安厅里躲雨。这时2个女学生跑了进来，他们也在讨论着最近的凶杀案。아 맞아. 아저씨 그거 알아요? 범인 어디서인지. 진짠데요. 우리 학교요 안성면수요. 거기 뒤에 오래된 변수 있거든요. 그 변수 밑에 빛이 나는 자가 숨어갔는데 그게 바로 범인이래요. 하루 종일 숨어있다가 밤마다 싹 나와서 여자들 죽이는 거래요. 几个警察自然没有将学生的话当回事儿，没成想这番话将在之后成为重要线索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女人见外面下起了大雨，于是就到工厂去给丈夫送伞。她出门前还特意将自己的红外套脱了，可她还是被凶手给盯上了。女人为了给自己壮胆，一路上都在唱歌。这时稻田里突然传来一阵口哨声。工厂就在不远处，可女人却永远消失在了那个雨夜里。第2天，警局就接到了报警电话，他们立马来到了现场。女人的死法和之前的3起案件如出一辙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穿红裙子，地上留下了不少脚印，但脚印却被雨水冲刷得无法查证。泰宇发现了一个点，那就是以往发生的强奸案中，现场多多少少会留下几根体毛，而这4起案件中却没有留下，所以泰宇就怀疑凶手很有可能是个秃头青魔。局长对他的这个发现十分无语，难不成还能将全镇男人的裤子都扒下来，然后挨个检查？这时女警也有了一个发现，每当有凶杀案发生时，电台里都会播放一首名叫《伤心情书》的歌曲，点歌的人表示这是为了烘托雨夜的气氛，但女警觉得这首歌或许对凶手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，像是杀人时助兴的一首曲调。阿伟认为女警说的十分有道理，于是就打电话到电台去咨询点歌人的信息。没成想电台的人却表示，每天点歌的人太多了，所以当天寄来的明信片都已经被处理掉了。阿伟只好来到垃圾焚烧厂寻找明信片，可看到堆积如山的垃圾时，他一时间望而却步了。而泰宇那边也没有闲着，每天都会来到澡堂观察男人的身体，却始终没有找到那个秃头青魔。妻子见他每天都如此神经紧绷，建议他去找神婆测一测凶手的长相。泰宇还真的去了，他按照神婆的指示来到案发现场，然后将一种神秘的药水倒在纸上，只需要等待片刻，纸上就会呈现出凶手的长相。可惜他们等了半天什么都没有看到，正准备失望而归之际，突然黑暗中出现了一个人影。泰宇和阿勇还以为是凶手故地重游，于是立马就躲了起来。可来人竟是阿伟，他手里拿着收音机，里面放着那首伤心情书，他在分析着凶手杀人时的心境。没想到不久后又冒出来一个人影，阿伟也立马躲了起来。只见黑暗中走出来一个男人，他从裤子里拉出女人的内衣内裤，然后再脱下自己的红色蕾丝，接着就做起了几个亿的大项目。这一幕将一旁观战的3人看得目瞪口呆，他们刚想上前去抓他，这时阿勇不小心踩到了一根棍子，听到响动的男人立马开启了逃亡模式。3人一路从村子追到了工厂，猥琐男瞬间混入人群中消失不见了。泰宇只记得他穿的是黑色衣服，可这里的工人大多数都穿着一样的，这让3人根本无法辨别。这时有一个人突然蹲下，让泰宇看到了对方的红色蕾丝，他将阿勇叫了过来，随后2人一起向猥琐男走过去，下一秒他们就将其按在了地上。阿伟这才发现泰宇的观察力确实很敏锐，接着他们把猥琐男带回警局问话。딸딸이 좀 친 게 뭐 죄입니까? 죄 아니지. 그럼 왜 도망치셨어요? 숲속에서 누가 턱 하고 튀어나오니까 겁이 확 나갖고. 아니 그러게 이 양반아 왜 집구석 놔두고 딴 데 가서 딸딸을 치세요?
猥琐男表示自己只是想寻求一点刺激，所以才跑到发生过奸杀案的地方，然后自我解决一下，但他绝不是凶手。这么久以来，好不容易才抓到一个嫌疑人，泰宇自然不可能这么轻易放过，于是就开始对他进行严刑逼供。猥琐男也和傻子一样，开始胡言乱语起来。他也招供了不少细节，不过泰宇发现他的描述和报纸上一模一样，很明显猥琐男在故意捉弄他们。但在胡言乱语时，猥琐男也无意间提起了中学里的厕所，和女生的描述一样。他说厕所里藏着一个疯子，每到雨夜疯子就会跑出来作案。阿伟觉得这或许不是无稽之谈，所以来到学校找到了上次那个女孩。女孩不小心伤到了腰，于是两人就来到了医务室，见医生不在，女孩便找出一个创可贴。阿伟拿过创可贴帮她贴在了腰上。女孩表示其实自己也是道听途说，阿伟想查明情况的话，不如自己去厕所里听一听。阿伟按照女孩说的照做，却遇见了一个女老师。对方得知他的来意后，便告诉他这里的确有一个疯子，不过是一个女人，就住在不远处的山上。每到下雨天，疯女人就会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学生们听到后，便开始传女厕所里有一个疯子。阿伟来到山上找到了疯女人，没成想他一看到有男人走过来，立马就惊慌失措地躲进了屋子里。阿伟只好将女警叫了过来。疯女人在女警面前果然放松了警惕，她说起了自己在去年9月份的悲惨经历。那天也是一个雨夜，她在回家的路上突然被人绑了起来，凶手同样将她的手绑在身后，然后脱下她的内裤蒙住了她的脸，这让疯女人不由得想到了新闻上的连环杀人案，于是她就刻意不去看凶手的脸。或许正是因为这个举动救了自己，所以凶手并没有将她残忍杀害。疯女人只记得凶手的手很软，像女人的一样纤细白皙。听完这些描述后，阿伟立马回到警局查看猥琐男的手，只见他的手粗糙又漆黑，与疯女人描述的大相径庭。于是阿伟就让泰宇将猥琐男放了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凶手。此时泰宇已经打算让猥琐男在认罪书上签字了。听到阿伟这么说后，他简直气不打一处来，冲上前就和阿伟扭打在一起，连局长出面都拦不住两人。这时女警大声叫停了他们，她发现收音机里又传来了伤心情书的旋律，这首歌就如同催魂夺命曲一般，每当它一响起后，小镇上必定有命案发生。阿伟走到窗前一看，发现天上果然下起了雨，他们知道此时一定有命案在发生，却不知道发生地究竟在哪里。一群警察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但他们再急也没有用，偌大的韩国与我们的浙江省一样大，寻找凶手就如大海捞针。第二天一早，警局果然又接到了一起报案，这已经是凶手杀的第5个人了，他还在女人的下体里塞了几块桃肉，这样的行为仿佛就是在告诉警方，不管自己再怎么残忍，警方都拿他毫无办法。泰宇将自己之前所画的嫌疑人画像全部撕碎，他所做的一切就像个笑话一样。不久后，他们通过电台查到了点歌人的地址，此人名叫朴不成，是电子厂的一个工人。泰宇和阿伟一起来到电子厂找到了他，可朴不成却和他们想象中的差别很大，他长得很是斯文清秀，让人无法将他和凶残的杀人魔联想起来。将朴不成带回警局后，阿伟第一时间就查看了他的手，果然如疯女人所说的一般纤细白皙。朴不成承认歌是自己点的，但他并不承认杀了人，还和几人大吵了起来。阿勇一气之下飞起来踢了他一脚，当时的场面无比混乱。局长将阿勇喊过去教训了一通，由于警方并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，所以24小时后也只能将朴不成给放了。泰宇和阿伟复盘起了几起案件，发现傻子描述的场景几乎和实际情况别无二致，而那时案件的细节还没有在报纸上公布出来，也就是说傻子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案件的目击者。两人立马来到傻子父亲的店里，他们一进去就看见阿勇在里面喝闷酒。泰宇坐下来和阿勇聊起了天，阿伟则进去找那个傻子，此时他并不在店里。吃饭的客人们聊起了最近的案件，他们痛骂警察的无能，这么久了连凶手的毛都没有抓到，然而还不停的有女人在受害。阿勇听到这些话后，走过去和那几个顾客打了起来。这时傻子正好走了进来，他看到阿勇在残暴的打人，于是举起一块木板就朝对方的腿打去，木板上正好有一颗铁钉，阿勇的腿上就这样多了一个洞。打完人后傻子就跑了，泰宇和阿伟见此立马追了上去，而傻子直接爬到了电线杆上。泰宇连忽悠带骗将他哄了下来，并问他当天晚上有没有看到凶手的脸。얼굴 본 거지? 얼굴. 3번 봤다 3번. 그 얼굴 정확히 생각나? 나보다 더 잘생겼다. 네가 본 게 이 얼굴이야. 或许是照片上的人刺激到了傻子，他突然开始胡言乱语起来，说自己小时候被人丢进了火海里，周围很热，他不断呼救着，可是却没有人来救自己。这时父亲带着人赶了过来，傻子突然挣脱泰宇的束缚跑了出去，他来到了铁轨旁，此时一列火车正高速驶来，泰宇大叫着让傻子快走开，傻子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随后火车驶过，铁轨旁只留下了一只鞋和一滩血迹，那双鞋还是泰宇给傻子买的。可傻子就这样走完了短暂而又痛苦的一生，泰宇差点就精神崩溃了。好在法医在最后一名受害者的体内发现了精液，现在只要将其与朴不成的 DNA 进行比对，就能查出凶手究竟是不是他。但当年的韩国还没有这种技术，只能将样本拿去美国做检测。泰宇每天都在等着美国那边送回来的结果。不久后，阿勇的腿因为破伤风肿了起来，由于他们发现的太晚，所以阿勇只能做截肢手术才能保住性命。泰宇心情沉重地在手术单上签了字，他不明白只是被钉子扎了一下而已，为什么能要了阿勇的一条腿？
而另一边，自从朴不成被放出来后，阿伟便一直盯着他，谁知不小心打了个盹的功夫，朴不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阿伟着急忙慌地四处去寻找他的踪迹。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雨，电台里也响起了伤心情书的旋律。阿伟知道此事必定会有一个女人要惨遭杀害，即使他心中万般着急，可他却怎么都找不到朴不成的身影。与此同时，泰宇的老婆外出去给病人送药，当他走到一条乡间小道上时，黑暗中有一个人影在默默地观察着他。这时一个女学生与他擦肩而过，凶手开始挑选自己的猎物，随后他选了年纪更小的女学生。泰宇的老婆就这样躲过一劫，女学生被绑住了手脚，凶手将她放在地上，随后从她的书包里翻出了餐具和笔，并一一摆在地上。女学生无助地看向他，似乎在求他放过自己，可这样的杀人狂魔又怎么会有同情心？雨一直下到了第二天早上，阿伟来到凶杀案现场时，看到了痛哭流涕的死者家属、维持秩序的警察、不停拍照的记者和蹲在树下不断呕吐的法医。他拨开人群挤了进去，却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，死者的腰上还贴着自己为他贴上的创可贴。她正是那个曾经向阿伟提供过线索的女学生。阿伟悲痛地走过去，将女学生的衣服拉好。此刻他能做的似乎也只有这个了。随后他来到朴不成家里，并将朴不成拉到铁路边痛扁了一顿，似乎只有不断地将拳头砸在对方身上，心中的怒气才能得到发泄。最后阿伟甚至拿出了手枪。就在他要扣动扳机的时候，泰宇却走了过来。他告诉阿伟美国那边来消息了，由于上面写的都是英文，所以泰宇第一时间就拿来给阿伟看。谁知上面却写着朴不成的 DNA 和死者体内提取出来的并不相符，也就是说朴不成不是凶手。阿伟觉得一定是弄错了，既然法律不能处决这个杀人恶魔，那么就由他来亲手处决。于是阿伟捡起了地上的枪，并指向朴不成。好在泰宇拦住了他。这时一列火车疾驰而来，三个人就这样被分开了。朴不成往山洞里跑去，消失在黑暗中之前，他还挑衅地看了两人一眼，仿佛在嘲笑他们的无能。时间来到2003年，泰宇已经不在警局工作，他转行成了一名商人。某天去送货的路上，他再次经过那个发现尸体的排水沟，这让他回忆起了17年前的往事。于是泰宇当即下了车，并来到排水沟前弯下腰查看起来。这时有一道声音却打断了他的思绪。그 안에 뭐 있어요? 응? 거기에 뭐 있냐고요? 泰宇表示什么都没有，不过是随便看看而已。 되게 신기하다. 뭐가? 얼마 전에도 어떤 아저씨가 여기서 이 구멍 속 들여다보고 있었는데 그 아저씨한테도 물어봤었거든요. 왜 여기 들여다보냐고. 그랬더니? 뭐래더라? 맞아. 옛날에 여기서 자기가 했던 일이 생각나서 진짜 오랜만에 한번 와봤다. 그랬는데? 泰宇知道女孩说的那个男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，于是就问他对方长什么样。 그냥 뻔한 얼굴인데? 어떻게? 그냥 평범해요. 泰宇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，原来凶手就隐藏在普通人群中，而且他并不是一个人，也就是说他们曾经很有可能抓到过凶手，可由于他们始终坚信凶手只有一个人，所以用一个凶手的信息去比对另一个凶手，这样一来信息永远都比对不上，而这也是他们抓不到凶手的原因之一。说不定他们已经抓到了凶手，却又将其放走了。意识到这一点后，泰宇心中突然一沉，原来他们曾接近过真相，却又亲手将真相放走了。泰宇突然看向镜头，他似乎在和屏幕前的凶手对视，因为导演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，凶手还没有伏法，或许此刻他就在屏幕前观看着这部电影。而事实也的确如导演所料，电影上映的16年后，凶手李春在落网，不过他却并不是因为这10起案件被抓的，而是因为他奸杀了自己的小姨子。面对警察的审问，他承认自己的确看过这部电影，不过他脸上却毫无半分悔恨之意。也是，像他这样的人渣，又怎么可能会因为看了一部电影而心生悔恨？虽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，但之后模仿李春在作案的那几名凶手，时至今日却依旧在逍遥法外，这就是《杀人回忆》被奉为神作的原因。而主演宋康昊仅凭这一个眼神，就让他拿奖拿到手软。到了今天，他依旧在警醒着那些逍遥法外的凶手们。他让观看影片的我们提心吊胆了2个小时，却让整个韩国的女性至今都还活在恐慌中。